侯朝宗无心科考，最看重的花魁大赛之事，妈妈不必担心。听我说完嘛，我不是担心你，我是想问你，你这么热衷的事儿，你那柳姑娘怎么反倒不参加呢？要知道，柳姑娘可是咱南京女界一绝，她不参加，岂不大煞风景？你怎么知道她不参加？怎么，公子不知道啊？他特意差人来跟我说，今年花魁大赛他不参加了，所以我才说是不是跟侯公子闹别扭了？侯公子不必犯难，这女孩子心思我最明白。愿闻其详。我在金陵生活多年，可以说阅人无数，漂亮女孩我见得多了。不过像如是这样心高气傲、胸怀大志的，却没有过。只可惜呀，她生就了一个女儿身，从军无路，仕途无门，自然会孤傲不群。她是满心想找一个志同道合之人托付终身，可你这个侯大公子满世界嚷嚷着拒绝科考。哎，你们这些男人啊，就不能为了心上人委屈一下，去应个景儿啊？到时候说你侯公子为了柳姑娘改变初衷，不也算是一顿佳话？顾妈妈如此见识，未生成男儿身，出入于朝堂之上，真是可惜呀。好了，侯公子，你不必多说了。你的意思我明白，但是人各有志。我既然不强求你，你为什么要勉强我呢？这两件事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？是否参加科举，关乎我做人的原则；参加花魁大赛呢，也关系到我做人的原则。我知道你平日风流自赏，所以有许多事情我虽不屑为之，但是我为了你，甘愿放弃我自己的原则。可是你呢？好了，科考这件事情就当我没有跟你提起过。以前我为你所做的牺牲都是我心甘情愿，跟你没有什么关系。或许别的事情可以有勉强，但是唯独感情二字，勉强有什么意思呢？好，既然你肯为我赴汤蹈火，我也甘愿为你粉身碎骨。任天下所不能忍。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。公公啊，吃的还好吗？好。酒足饭饱了，咱们让圆圆姑娘给唱个曲儿。也罢。这边请。公公慢点儿。圆圆，圆圆，快开门呐！公公看你来了。妈妈，今天我身子不适，你先回了公公，改日我再向公公赔罪吧。哟，公公，你看，真不巧，撞红了，改天再让圆圆陪您。小花样不少啊！哎呦，赶上了，公公这边请。妈妈，你今天不见韩赞州，玩的是欲擒故纵，果然什么事也瞒不过妈妈呀。你这回呀，不但看错了病，还下错了药。韩赞州是个太监，美色对他如同对牛弹琴，何况以他今时今日的权势、地位和阅历，你这点小把戏，他能不明白？我只是在想吊吊他的胃口而已呀。这雕虫小技，吊一吊那些痴情蜜的读书人还行，对韩公公，只怕会弄巧成拙。全凭妈妈指教。太监呢，属阴，一般有两大癖好，一是金钱，这二嘛，就是奉承。金钱嘛，你那点积蓄，他未必看得上眼。我看，你不如投其另一所好，摆个盛宴，奉承他一番，必有好处。多谢妈妈指教。
胖师傅，明天我要订一桌宴席。明天不行，改后天吧。怎么，已经全订出去了吗？对，董姑娘订了一只，杨老太爷这一阵胃口大开，也订了一只。那剩下的那只是谁的呢？嚯，味道好香啊！本来说明天再来品尝你这南京烤鸭，可这香味儿偏偏和我作对，没办法，只好来闻一闻味道了。就是这位金九龄，金爷。请问今夜明日几人用餐啊？哈，就我一人。既是阁下一人，能否相让一天？相让倒不难，可是总得有个道理吧？明日我要宴请一位高官，不知算不算道理？如果是请猫请狗，都算道理；就是请这高官，在我眼里算不上什么道理。胖厨子，算了吧，你就给他们2个一人烤1只嘛。那怎么行啊？那是我爹立下的规矩。我们兄弟2人，一个在南京，一个在扬州。我哥哥每天烤鸭不得超过4只，我不得超过3只。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岂可违抗啊？一日不过3，一日不过。胖厨子，你跟你哥哥岂不是不3不4啊？对啊。胖厨子，大家都是熟人，你就帮帮忙嘛。这位金爷是我们店里的住客，就算他在你之后，我们店里也有规矩，要以客为先。对不起啊，照顾不了。胖师傅，既然你有这规矩，那好，我把这1个月的鸭子全包了。你能吃得下吗？吃不下，我可以请猫请狗，就是不让那高官吃这南京一绝。算了，圆圆，我的那只让给你吧。小文姐姐，这恐怕不太合适吧？你来南京，我没有招待你就已经够失礼的了，怎么还好意思再跟你抢呢？这没什么，既然你急需，就拿去吧。咱们姐妹之间还客气什么呢？那好，谢谢你了。嘿，我叫金九龄，你随时可以找我算账。董姑娘的一番好意，我也不敢谢你。像这种狂妄的女子，非得有人好好教训都不可。我倒不用你领我的情，我只想劝劝你，你一人在外，人地两生，还是以和为贵的好，免得多生事端，让家里人挂念。啊，是。姑娘语音婉转，心肠又特别好，想必容貌更佳，不知能否让金某一睹庐山真面目？君子不强人所难。金公子一表人才，想必一定是君子，不会为难小女子吧？哈，这个自然。小婉先告辞了。这才是我金九龄踏破铁鞋要寻觅的女子啊！公子，哎，明星啊，你说要是你家公子我中了花魁，舍弃这身男装，是不是有点太可惜？别做梦了，我的公子，我已经打听过了，虽然你是3头6臂，是国色天香，也是很难夺得花魁的。为什么？比赛还没开始呢，你这个裁判就选出花魁了？差不多。此话怎讲？我啊，历尽千辛，千辛万苦，百转千回，我终于搞明白了。你以为选花魁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吗？光靠一张脸蛋儿就能入选啊？那照你这么说，不靠脸，难道真的是靠脚啊？公子啊，你真的好厉害呀！真的是要靠脚啊！每一个参赛美女的背后呢，必须有几个跑腿的，否则就算你神通广大，也是很难入选的。是吗？我告诉你一个秘诀，这个选美呢，表面上看是比才华、比风度、比相貌什么的，可实际上是要靠男人。胡说八道！你居然诱使主人伤风败俗，你想让我长你嘴啊？这话虽然说出来难听，可实际上就是如此啊。选美呢，就是一种游戏，
每一个参赛美女的背后呢，都有一个男人掌管着，也就是说，它的定义是由每个男人操纵的，披着女人外壳进行的一项竞技活动。你掉书袋子呢？那你就说说看，我比他们几个差哪儿了？包装啊，每一个参赛美女的背后啊，如果无人包装呢，就好像明珠暗投，纵然你是光华万丈，也是枉然的。你看啊，这个董小宛有冒辟疆，陈圆圆呢有顾洪波，这个柳如是就更厉害了，还有侯朝宗。公子啊，要不哪天我们也去这个南京城里特别有名的天宫成衣铺去看一看，看看其他的美女呢都在干什么。怎么回事啊？你没看见堵车了？哎，公子，你看这一车车一轿轿拉的都是参赛美女，她们都是奔着那个天宫成衣铺去的。听说老板的规矩可大了。哎，你说这一路之上的碰上的新鲜事还真不少啊！烤鸭子的一日不过三，连做衣服的都有规矩。哼，有趣。想不到在这儿一天的事情比在王府待1年还多。你就高兴吧，也不想想自己以后怎么收场。这再好的戏呢，都有演完的时候。我看你以后啊，怎么回王府？此处乐不思蜀，我干嘛要回去呢？玩够了闹够了，你还不回去啊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你呢要在这儿找一个普通人，然后嫁给他，然后地老天荒的跟他过一辈子。有什么不可以吗？哎，你看，又来了这么多车马，这就对了。要不人家都说眼下城里边是美人满街走，举子多如狗啊。哦，这么难听的话哪儿学来的？说说不可以吗？不可以。为什么？哎，干什么呢？干什么？哼！你们这儿热闹，人多，本公子我进去瞧瞧，不行吗？我们这儿今儿包场，只给参加花魁大赛的人，做衣裳都忙不过来的，哪有空让你？哎，你们这收银人怎么都这样啊？跟钱有仇啊？你们谁要参加花魁大赛啊？他。怎么很好笑啊？你小丫头也想选花魁？哎，你别狗眼看人低好不好？怎么了？行了，他们是我的朋友，让他们进去吧。那好吧。谢了。哎，你到这儿来干什么？今儿彩阳铺是包场，不接待散客。不接待散客？那么我们家明星也参加选美呢？啊？我看你不是来拜佛，分明是来拆庙捣乱的嘛！哼，这南京城我只听说过有夫子庙，却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裁缝庙。你，不，妈妈，是我让他们进来的。侯公子，这花魁大赛本来就是乐事嘛，有个插科打诨的，岂不是更好吗？你赚翻了。哎呀，还是侯公子你脑筋转得快。闲杂人等一律都出去。今天我家公子把这里全包了。请问这位公子，不知什么人算得上是闲杂人等？除了董姑娘，其他人都是闲杂人等。金公子，城门厚爱，小婉实在不敢高攀。茂公子，走吧。走。茂公子，改日再来吧。董小姐的衣服要30两银子的设计费，加上工钱材料，总共80两纹银。您看是不是先？范裁缝，要不过2天再……哎，男人到了而立之年，还让身边的美人空手而归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金某奉送一句话，茂公子你切记，如果嘴里镶的不是金牙，千万不要随便张口露丑。今天订的衣服款式方面，我们还有些犹豫，先不忙定下来，改天再说。
这么说，金公子你就是满嘴金牙了？别说是满嘴金牙，就算做一件金缕玉衣，对我而言也只是弹指之劳而已。我陈圆圆出身虽苦，却也见过几两银子，不像有的人除了满身的铜臭，什么都没有。陈姑娘，并非金某欺你，只是今天这里我是为董姑娘包下的，还望成全金某一番心意。陈姑娘，我家公子把这里包了，您请吧。小婉姐，你好福气啊，有给出主意的，还有出钱的。妈妈，咱们走。哎，圆圆，圆圆呀，走吧。圆圆，圆圆，哎，我可算找到你了！我都跑遍了大半个南京城了，做衣服也不跟我打声招呼。你看，你哭什么呀？来，拿这个擦擦啊。你就会献这种小殷勤，有什么用啊？哎，圆圆，圆圆，圆圆，顾妈妈，圆圆她怎么了？她这么要强的脾气，这口气怎么能咽得下去呀？跟你说了也没用。圆圆呀！哎，燕儿，小姐，这是哪儿来的？金公子让人送来的。赶紧打点好，一件不剩都给他送回去。知道了。哦，对了，千万不要让茂公子看见，免得他心里难过。是，小姐。哎，顾妈妈。杨老板啊，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哎，圆圆呢？我说你还是别去招惹他了。不是我说你，你除了乱耍威风以外，实在什么都帮不上圆圆。我是要告诉圆圆，我要去考试，为了圆圆，我要考状元。你考状元啊？你没疯吧？没有啊。你也知道，选花魁之事，我们圆圆论才论貌都是百里挑一，可就是乏人包装，无人垂青，连个小小的天宫成衣铺都进不去。好不容易进去了，还被金九龄给撵了出来。唉，我是从小看她长大的，拿她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。看她这个样子，我也不好受啊，所以正在替她难过呢。好你个金九龄，如此大胆！我说圆圆怎么会痛哭流涕呢？我一定要替圆圆出这口恶气。她是心比天高，命比纸薄呀。都怪我！这个世上，能有几个真才子、真英雄呢？来，侯兄，听你这么一说，那这李公子倒还真是有趣儿啊！一个丫鬟参赛，那这次花魁大赛一定被他们主仆俩搞得是热闹非凡呢。我看侯兄，你是想在这花魁大赛上跟他一较高下吧？不知为什么，我还特别喜欢跟他斗，而且斗赢斗输还在其次，真是不正常啊！好像故意要引起什么人的注意。侯兄，你不会是喜欢上那个小丫头了吧？你以为天下人人都跟你茂公子一样风流成性，见一个爱一个，连个小丫头你都不放过？这个李公子到底是何方神圣呢？如此的才艺，却在江湖上默默无闻，真是有些奇怪。我倒是真想和他结交一场，定乃是人生一大快事。我也是满腹疑问呢。听杨龙友说，李公子那把扇子大有来历，谁要是能认识扇子上的怪字，谁就与他有缘，是吗？对。啊，这个李公子的花样果然多，连交友的方式都与众不同啊。可惜呀，上次咱们俩都不认识那些字，
杨公子，你真的要考状元吗？我现在做了圆圆姑娘的总管，若能高中，有新科状元撑腰，圆圆姑娘肯定会名声大振。道理是这样，不过杨公子平日少读诗书，考个武状元什么的，恐怕还有点眉目。可现在考的是文状元，恐怕……顾妈妈，人家都叫你女诸葛，你就帮着给出个主意嘛。是啊，顾妈妈，圆圆和我这事儿就全靠你了。哎，你指条路，我全听你的。事到如今，只有一条路可走，就不知道杨公子舍不舍得。顾妈妈，你说，怎么都行。对呀，请妈妈讲啊。用钱。怎么用？论学识，你斗不过侯朝宗、冒辟疆，只有走捷径才有希望。如今监考大人韩公公就住在媚香楼，你拿出10万两纹银孝敬他，只要他肯收下，那侯朝宗、冒辟疆有天大的本事，也只有喝西北风的份儿了。好，好。莫说是10万两，就是倾家荡产，我也愿意。不过，韩公公会收我这种钱吗？哎呀，那就不用你操心了。啊，那就拜托顾妈妈了。圆圆，你好好歇着，我去筹钱去。拜托了。杨公子对你还真有点痴情。圆圆福薄命浅，将来恐怕无法报答他。对他好一点就是了。这倒不难，只是他这片深情，圆圆对他实在是不可能有感激之外的情分了。怎么样？准备好了吗？来吧。走喽！马上相遇无知彼，凭君传语报平安。你怎么这么想我？驾！别怕，如是，我来了。那个呀，就是侯公子的柳如是，看样子长得还挺不错的。怎么样？没吓着你吧？还好。天不早了，我看我们回去吧。哎，不急不急，咱们再溜一圈。大考在即，我只是怕误了你温书的时间。来，先下来。来。如果你只是为了应付我，如此心不在焉，我看没这个必要。既然你无心入围，我也绝不会勉强你。如是，我要你选花魁，你认为是无聊之举；你盼我金榜题名，我却觉得意兴索然。难道你我2人，竟真的难以心意互通吗？其实你心里是怎么想的，我很明白。你不愿考试做官，可又不甘心埋没才华。你为花魁大会所费的心思不亚于科举。我看得出来，无非是想发泄心中的不满罢了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才答应你和那些成天只知道涂脂抹粉的女子一较高低。所以，如是也希望公子能体谅如是的心思。如是，朝宗得红颜知己若你，夫复何求？如是，我依你便是。吁，公子，富贵，你火烧屁股似的，
是不是给如是姑娘送荔枝来了？哎呀，少爷，您别跟我开玩笑了，老爷正发脾气呢，你赶快回去吧。得，又是一道催命符。也罢也罢，我就跟你回去读那个圣贤之书。如是，一起走吧。不了，既然公子去温书，如是也定不负公子，我再练一会儿。那你一个人骑马，一定要小心呢。我知道了。走吧。驾！城上已3更，马华霜浓，不如休去，直是少人行。叽里咕噜的，你说些什么呢？傻丫头，李师师听说过没有？考我呀？宋朝的名妓。亏你呀，还有点记性。这是大宋文豪周邦彦的词，说的是李师师挽留宋徽宗，说双大路滑，不如就别回了。用在这2个人身上，岂不十分恰当？他们2个都为了对方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，虽然感人，又能维持多久呢？这个词呢，我是不怎么懂。但是公子，你这话怎么听起来酸溜溜的？什么酸溜溜的？我替他们2个担心吗？哦，好帅啊！看来这个侯公子的心里呢，只有柳姑娘了。反正他夺不走我的花魁桂冠。对，我，你逃出书房几日不见踪影，不知大考将近吗？孩儿平日焚膏祭鬼，早已成竹在胸，何用多费时日啊？虽是一派胡言，倒也中听。时间不多了，还是临阵磨枪方为上策。父亲，孩儿有一事想请教。哦，你看这2个字是不是西夏文呢？正是。作何解释？你风华正茂，前程似锦，研究这些无用之物干什么呀？父亲所喜欢的就是孩儿所喜欢的。这个字念花，花鸟鱼虫的花；这个字念两，两厢情愿的两。两厢情愿。孩儿多谢父亲。公子啊，公子，10万两还没有凑齐啊！先把凑齐的给姑妈妈送去。哦。杨老板啊，我已经恭候你多时了。我正找你呢。杨老板，我请你派人看紧着听雨轩，不要让别人随便见董小宛、董姑娘，所有的损失我加倍偿还。你休想你！怎么？我客客气气的和你商量，难道杨老板不肯赏脸吗？我赏你个狗屁脸！我赏你的脸！我敬酒不吃。什么敬酒罚酒的？你他娘的欺负陈圆圆这口恶气我还没出呢！敬酒罚酒，不是你喝，我全给你喝了！谁欺负陈圆圆，就是欺负我杨宗友，我跟你没完！杨老板，看你平日也像一条汉子，又是多情之人，没想到，好，既然你认为和金某有深仇大恨，你我自当体面了断，不必泼酒撒气。好，明日午时3刻，紫金山下决一雌雄。我告诉你，我不是属熊的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为定。
其实是有句话要跟你说。公子不必说出来，小婉明白你的心意。其实，小婉的心里也藏着同样一句话。那好，皇天厚土明鉴，我冒辟疆一旦金榜题名，自会实现心中夙愿。小婉定要力夺花魁，与公子。好，你我二人就来个双夺魁。嘿，这两个人讨厌死了，害得我被虫子咬得不得了。嘘，哎，小声点，要开始打了。金兄，歇够了吗？早就歇够了，出招吧！歇一会儿。怎么样，杨公子，还能再战吗？战，当然可以再战了。不过我这个肚子饿了。你我可是8战8平了，再这样下去，怕是只有累死才能见分晓了。真没想到，我金某驰骋在白山黑水之间，居然在这山明水秀的江南遇到了对手啊！嘿，我也是第一次遇到像金兄这样的对手啊。其实啊，圆圆姑娘那件事是一件误会，你我何不化敌为友？改日金某赔罪，与圆圆姑娘一笑泯恩仇。杨兄以为如何？哎，哎，杨某我正有此意啊。好，就这么说定了。好，来。成衣铺那件事，我也不瞒你，说实话，我打心眼里喜欢董姑娘，可是看着冒辟疆整天在她身边转来转去的，金某心中烦躁，万不得已才出此下策。哎，没想到却冒犯了杨兄心上的人。哎，从今天起，你的事儿就是兄弟我的事儿。哎，你放心，我这就回去安排。今后除了你金公子，谁也别想跟董姑娘在我听雨轩说上一句话。那就多谢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这个毛公子啊，这下可惨啦！哎，我从来没见你这小丫头偏帮过谁啊？怎么，看上那个财大气粗的金公子了？没有，我只是讨厌那个酸溜溜的茂公子。啊，是吗？不会这么简单吧？不会是我们明心小姐的心声吧？你我如此投缘，又都是为情所苦之人，哎，我们结拜兄弟如何？罢了罢了，金兄定是看不起我这等粗人呢。嘿，金某并无此意。哼，好，就依你。哎，论年龄，老杨长你不少，做你大哥我就不客气了。来，等等，金某结拜有个规矩，不论年龄大小，一概以我为尊。哎，年幼者为兄，天下哪有如此道理啊？金某素来如此，个中原委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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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真心与你结拜。罢了，随你。好，请，请。大哥，我这就回去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我把无关人等一概赶出听雨轩，专心伺候董姑娘，如何啊？慢着！哎，杨无有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，居然要把我们两个也赶出去！哼！怎么样，你们两个怕了吧？你也太抬高你自己了吧？其实啊，我早就发现那树上有人，我还以为是杨老弟派来的杀手呢，只是不好意思点破而已。哼，
我还以为是大哥安排的伏兵呢。我不管你们两个搞什么鬼了，反正要我们搬出去，不行。哦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就因为我们挨了一夜的蚊子咬，做了你们的观众，而且还做了你们结拜兄弟的见证人。哎，你们不请我吃酒也就算了，怎么都要把我们赶出去呢？你们简直就是恩将仇报。嘿，我们俩还没要你的戏票钱呢，你倒谈起条件来了。这么难看的戏也要跟我们收票钱？哼！我想倒给钱，恐怕也没有人来看吧。你们要搞清楚现实，现在是我在捧你们2位的场。哎，大哥，这明心和李公子跟我很投缘，我要是没了主意啊，还得向他们讨教呢。哎，你就让他们住下来吧。啊，大哥，你就答应我吧。其实我并没有想赶走他们，我只是逗逗小明心而已。其实，在成衣铺，李公子已经替圆圆姑娘教训过金某，金某再也不敢仗势欺人了。我可真怕李公子那张利嘴啊！哼，金公子，您又说笑了。难得大家投缘，今天呀，我又认了一个新大哥。哎，我请客，大家出去大喝一场。好，走，请。哎，公子，还是明心厉害吧？如果要不是赶来看这个打斗呢，我们今天晚上恐怕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。哎，明心，你别说，这个金九龄虽说是挺霸道，但是呢，无赖的也挺可爱。人家董小宛呢，根本就不理他，还想了那么多办法。公子啊，你也觉得金九龄很可爱啊？唉，看来明心的选择是没有错的。我有说过她可爱吗？恐怕是明熙小姐你说的吧？不理你了。哎，杨公子，杨公子，金九龄，等会儿我，等等我，等等我嘛！你这个小丫头，公子快点儿！小丫头，心比天高。不过这次本公子，我可是帮不了你了。公子留步！你们又想怎么样？这听雨轩被我们家金公子包了，闲人免进。小婉姑娘住在里面，我要进去见她。哎，那就更不行了。茂公子既然进不来，小婉就不住这里了。我这就搬家。董姑娘去哪儿？这南京城里属我听雨。这南京城里，董姑娘走到哪里，我们爷就包到哪里。董姑娘这样天仙般的人物，可不能让俗人给打扰了。小婉姑娘已经心有所属了，请转告你家公子，不必枉费心机了。心机是我的，我愿意枉费，用不着你操心。再者说了，董姑娘芳心有无所属，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。金公子，你的一番好意，小婉心领了。可万事都要讲究一个缘字，你这样相逼太紧，只能是适得其反。那好，我也不会逼你。不过，董姑娘也不必搬家。以后这听雨轩，茂公子可以随意出进。我金某愿与茂公子公平竞争。小婉在这里多谢金公子了，但望公子尊重小婉的选择。哼，我当然尊重姑娘，只是有人天天围着姑娘打转，不让别人接近姑娘，岂不比金某更霸道？姑娘若不给金某机会，又如何谈得上选择呢？既然公平竞争，不如先比试一下，一决高低。好，真是没想到，刚刚斗完又来一个。我金某生平最不怕的就是比试，文斗武斗，你尽管说，金某一定奉陪到底。我看不如这样，二位都要参加科举，就以科场名次一决胜负，如何？如果茂公子排名在先，就希望金公子知难而退。董姑娘，你对茂公子果然偏心，但是姑娘真以为科举之中金某会输给茂公子吗？如果金某胜了，又当如何呢？不管姑娘心里有没有金某，金某绝不认输。茂公子，咱们科场上见。好，大丈夫一言既出。茂公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君子动口不动手。茂公子，你未免太胆小了吧？
金某并非要跟你动武，只是要和你击掌为誓。哼，我看不必了。好，既然胜负未分，茂公子请便。哎，公子，让开。是。哼，小婉，走。哎，侯兄，明天就要入围了，还少喝点吧。哎，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。你我难得一醉，管他明天是什么日子。不，侯兄，就怕明天昏头昏脑，辜负了10年寒窗苦读啊。再说为了小婉，我已经答应金九龄，一定要在科场上一决高低。我没同金九龄比过诗词字画，也没听人说起过金九龄到底才情如何。他既然敢来应战，想来也非弱者，知己不知彼，不敢轻敌呀。你说的对，科场是小，情场是大。我可不以为科场是小，对我而言同样重要。好，那我就不打搅你了，我去自斟自饮了。哎，侯兄，哎，明日考场那个李公子去不去呀？不知道又会有什么怪举动。公子，茂武，你怎么来了？家里出事了，公子再不走，只怕见不着老爷了。你说什么？望着我深爱的人，往日的热情已不在，或许好奇面对着落泪的人，却又不情愿太狠心，一爱不一分，爱容易破碎，却没人停下不追。也许怪我身上不能装出太多的幸福，丢了平淡的，丢了浪漫的，只有找出来孤单。也许怪我已经不能看清遥望